提醒：每天吃沙坦类降压药，忽略这2点等于白吃药，还可能有风险。现如今，很多中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，因此日常生活中总是少不了天天服药。退休的胡大爷就是一名高血压患者，还没有退休的时候，他的血压就已经很不正常了，必须要不断吃药才能够控制血压不会太高。可能是因为天天吃药实在太麻烦了，所以前段时间胡大爷突发奇想，私自加大了药量。这么吃了几天之后，胡大爷测量的时候发现血压还真的降低了不少，这让他非常的高兴，继续每天大剂量的吃药。这天早晨，胡大爷刚刚起床就感觉到半边身子发麻，而且后腰部位还一阵阵的疼痛，知道自己身体这是出了问题，所以胡大爷赶紧打电话叫来了儿子，把他送到了医院。通过医生检查发现，胡大爷不但患上了高钾血症，而且肾功能也受损了。之所以会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都是因为胡大爷胡乱吃沙坦类降压药所导致的。要知道，患者在服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2点，否则不但药可能会白吃，而且还会严重伤害自己的身体健康。1. 降压药不能乱吃。作为一种基础性疾病，高血压几乎成为了老年人群体中最常见的疾病。基本上100个老年人里面，至少有70-80个血压都是不正常的。这就导致很多老年人平时都是降压药从不离身。毕竟患上高血压之后就不可能治愈，只能一点点的控制。目前市面上的降压药主要有4类，其中沙坦类降压药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。这一类药物主要是通过阻断血管中的紧张素，从而达到降压的效果。尤其是对于体内醛固醇的分泌抑制作用非常的明显。沙坦类药物不但是能够降低血压，有些时候还可以和其他的药物一起来用作治疗糖尿病。因为服药之后，患者的血管收缩功能会被抑制，所以血压就会开始一点点的降低。作为一种比较常用的降压药，沙坦类药物的降压效果是比较明显的，服用的患者不在少数。但在所有的降压药当中，该类药物的副作用也是比较大的，服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一般来说，这种药物的副作用主要是因为抑制了体内的醛固醇分泌所导致的。当醛固醇被抑制的时候，因为钠元素的减少，血压确实可以降低，但同时大量的钾元素无法排出体内，就会让人体形成高钾血症。大量的钾离子以及沙坦类药物在代谢的时候都是需要通过肾脏的，时间一长，患者的肾脏功能就会受损。因此，尚在服用沙坦类降压药的时候，一定要严格的遵照医嘱，绝对不能乱吃。其实不只是沙坦类降压药不能乱吃，任何药物都是不能胡乱吃的，否则都可能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。2. 服药时要注意2点。临床研究发现，患者在服用沙坦类降压药的时候，一定要做好下面的2点，否则不但可能药物会白吃，而且还会伤害到自身的健康。1. 定期做好检查。高血压和糖尿病一样，都是无法被治愈的，所以患者必须要终身服药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药物控制血压的同时，也是会引起一些其他副作用，从而伤害到别的组织和器官。因此，上服用沙坦类降压药的时候，定期的医院检查是必不可少的。正常情况下，要检查的项目包括体内血钾的含量、血尿素氮的含量以及血肌酐的一些情况。检查这几项就是为了监控体内的钾离子数量，以及确保肾脏功能不受到伤害。因为肾脏功能受损不但会影响到身体健康，而且由于无法正常的代谢，会导致血液中的钠离子和水分增多，致使血压再次的上升。如果患者在服用沙坦类降压药之后感觉到四肢无力，身体一些部位麻木的话，很可能就是患上了高钾血症。这个时候一定要赶紧的到医院去治疗，因为身体内钾离子数量快速升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会诱发心脏骤停，从而危及到生命健康。2. 谨防血容量减少。高血压患者在服药的时候，如果对血容量的关注度不够，就可能会引发低血压以及贫血的情况。一旦高血压患者的血压突然降到正常的水平之下，就会非常危险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导致患者休克或者是昏厥。当发生这2种情况的时候，就说明患者的脑供血已经严重不足了。
得不到及时的治疗，就会引起脑死亡以及中风的情况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很多人平时并没有贫血的症状，所以认为自己是绝对不会出现血容量不足的情况。其实这是不正确的。要知道，不但贫血会导致血容量不足，肠胃性疾病以及呕吐等一些不良反应也是会导致血容量发生变化的。尤其一些经常服药的老年人，在这方面更是要警惕，因为服药导致大量排便或者排尿的时候，血容量也可能会慢慢减少。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及时的发现，而是继续服用沙坦类降压药的话，就会使血压断崖式的下降。血压不正常下降以后，不但会造成患者脑供血不足甚至昏厥的情况，也是会严重伤害患者肾脏功能的。肾脏受损可不是说着玩的，稍不注意，伤害将会无法再被逆转，从而危及到生命安全。3. 如何让血压更加安全？说了这么多，并不是让大家远离沙坦类降压药，而是要科学正确的服药。作为比较常见的一种降压药，沙坦类药物的效果也是很显著的，因此临床上经常使用。其实没有必要对这种药物产生恐惧感，只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，就能够让药物的功效最大化，而且还不会伤害到身体健康。1. 不能混吃降压药。很多患者在患上高血压之后，总是想着要快速的把血压降下来，因此上有的时候会不顾医生的叮嘱，几种降压药一起服用，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一定要赶紧停止。首先，高血压一旦出现就不可能被治愈，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只能是尽可能的让血压保持在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范围内。这个时候大幅度的降低血压，反而是对身体有较大伤害的。其次，每一种降血压的药原理都是不一样的，如果混吃的话，可能会相互之间反应，从而让身体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所以患上高血压之后，一定要严格的遵照医嘱，医生让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，千万不要自己想当然的服药。尤其要注意，别被一些药贩子和做保健品的人所忽悠乱吃药，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钱，才不会管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。2. 不和利尿药物混吃。一些中老年患者因为身体的情况比较容易浮肿，所以有的时候医生会给他们开一些利尿的药物，在服用这些药物之后，浮肿的情况一般都会快速的消失。但很多时候利尿药物是不能够同时和沙坦类降压药一起服用的，这是因为在服用利尿药物之后，由于新陈代谢的速度过快，体内的钾离子数量就会开始升高。沙坦类降压药的副作用之一也是引起体内钾离子上升，一旦这两者共同发生作用，那么患者体内的钾离子数量肯定是会飙升的，这样一来就特别容易引发高钾血症，从而危及到患者的生命安全。所以服用沙坦类降压药的患者在身体浮肿出现以后，一定要跟医生讲清楚自己的情况，这样也好让医生做出最准确的判断，以此来开出对患者身体伤害最小的药物。3. 饮食一定要清淡。高血压患者的饮食是必须要清淡的，高脂高盐的食物只会让高血压情况愈加的严重，所以在服药的时候，保证自己的饮食清淡，是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当然，吃的清淡并不是说就要天天的吃青菜和水果，一日3餐当中优质蛋白质的摄入还是必须要保证的。在此基础上，多吃粗粮一类的食物也是有利于稳定自己血压的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控制饮食和吃药是一样重要的。如果吃药的时候不忌口，随心所欲的摄入任何的食物，那么想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健康的区间内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不管服用的是哪一类的降压药，日常都是需要严格控制饮食的。大鱼大肉以及腌制熏制类的食物绝对不吃，还一定要远离烟酒，做到早睡早起。只有这样，患者的血压才能够被更好的控制，身体才能够更加的健康。结语，患者具体需要服用哪一类降压药，这都是需要医生来判断的。一旦医生开出了药物，那么患者就必须严格按照医生的要求来服药，这样才能够让自己的血压得到有效的控制。如果服用的是沙坦类的降压药，就要注意千万不能忽略肾功能的健康和血容量的高低，只要不忽视这2点，服药就绝对不会伤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。